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赵丽颖、王一博15亿狂欢翻车，无名指猥亵曝光资本暗战。你说这事儿闹的不就是一场剧的庆功宴吗？结果呢，硬生生被一群眼尖的显微镜女孩给扒拉成了什么世纪鹊桥会，简直让人哭笑不得。你说这是图个啥？就因为王一博抬手那么一瞬，给赵丽颖扶了扶肩头的彩带，她低头一笑，脖子杆都泛了点红的。这0.3秒的镜头被扒开摄像机清清楚楚地捕捉下来，立马成了云匪在剧那个超话里10几万条帖子翻来覆去解码的宝贝密钥，粉丝们那叫一个上头，感觉整个宇宙都因为这一下凝固了。那庆功宴现场流出来的生图更是不得了，你看两人那无名指上竟然带着同款的银色尾戒，巧不巧？巧合多了可就不是巧合了。还有赵丽颖那手机壳边上隐隐约约露出个机车挂饰，我的天，谁不知道王一博爱死了那些个机车宝贝？这俩细节一凑，豆瓣小组里立马炸了锅，跟搞什么科研大发现似的，那股列文虎克式的狂欢劲儿，真是让人开了眼。CP 粉们更是连夜爆肝，剪了个21分钟的拉郎视频，把有匪里雪地拥吻的画面跟庆功宴上两人端着酒杯碰在一起的镜头丝丝滑滑的剪一块儿，哟，那播放量直接冲破1000万，嗖嗖的就窜上了 B 站榜首，真是逆天了。说起来，有资深娱评人冷眼看着这出热闹，摇摇头说了，这其实是《陈情令》那时候埋下的祸根。你看现在这些个顶流团队，哪个不是把营业提纯虐粉这3板斧使得炉火纯青？这回也不例外。赵丽颖庆功宴上戴的那个栀子花项链，你知道吗？那就是王一博角色谢允的生辰花，多浪漫是不是？可你再看看南方团队，就在庆功宴开始前2小时，不紧不慢地放出了一组机车大片。机车啊，那可是赵丽颖在新剧里的人设，一个玩赛车的，这俩事儿一搭，你说巧不巧？这不是明摆着告诉你，这就是一套完美闭环的人造糖精吗？都是算计好的。可这15亿的流量啊，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数字不会骗人。有匪这部剧就在庆功宴当天，播放量直接暴涨了300%，这赤裸裸的数据摆在这儿，你说这流量不是钱是什么？粉丝们在网上哭诉，说我们这些嗑药机不过是资本棋盘上任人摆布的韭菜，想想也挺心酸的。结果呢，转头就有人扒出来，光是 CP 站子卖点周边，什么 PB 啊、小卡啊，随随便便就入账470万，我的妈呀，这来钱的速度比印钞机都快，你说这谁是真韭菜啊？这钱滚钱的速度，看得人眼都红了。那我们到底在嗑什么呢？真是嗑那一点点朦胧的爱情火花，还是嗑自己心里那个不切实际的梦？你看庆功宴流出的1080p 原片里，有一段没被剪掉的对话，挺有意思的。赵丽颖对着镜头笑着说：“戏散人散，多洒脱是不是？”可就在她说话的时候，王一博低着头，手指在那尾戒上轻轻转动，那戒指头下的阴影刚好就落在了他的掌心。那一瞬间的画面，你说怎么解读都行，可怎么看都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滋味，仿佛在告诉你，这戏里戏外，真真假假，早就分不清了。这场价值15亿的 CP 狂欢，这场看起来热闹非凡的集体幻觉，是不是正好投射了我们这些在现实里摸爬滚打的打工人心里对爱情那点可怜的绝望？现实太累了，太难了，找个真心喜欢的人，好好谈个恋爱，怎么就这么难呢？所以我们宁可在虚拟世界里，在这些被资本精心包装过的糖罐子里，拼命的扒拉那一点点甜，哪怕知道那是假的，
是工业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也觉得是一种喘息，一种慰藉。至少在那一刻，我们感觉自己好像拥有了点什么。你说内娱现在都开始用大数据来测算什么心动指数了，想想都觉得有点悲哀。真情实感都能被量化、被生产、被贩卖，这是进步呢，还是退步呢？我们是该为资本的无孔不入感到悲哀，还是庆幸至少还能在这些虚拟的泡泡里短暂的逃离一下，喘口气呢？2. 赵丽颖素颜逛街被拍，公众人物的私生活该如何安放？5月7日下午，上海某商场的监控画面突然在社交媒体疯转。画面里，赵丽颖身着白色 T 恤搭配牛仔裤，素面朝天站在母婴用品区，正低头仔细比对奶粉成分表。这个场景让不少网友直呼接地气，却也引发了一场关于明星隐私的全民大讨论。作为在娱乐圈摸爬滚打的老娱记，我突然想起去年某位顶流明星被拍到逛菜市场，当时评论区还在争论明星该不该被偷拍。如今类似的剧情再次上演，却折射出更复杂的行业生态。在这个全民皆可当狗子的时代，明星的素颜照早已成为流量利器。赵丽颖这次被拍的画面里，她的黑眼圈清晰可见，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货架边缘，像极了每个为孩子挑选奶粉的普通妈妈。这种去光环化的形象，恰好击中了公众对明星真实一面的猎奇心理。但话说回来，这样的偶遇真的完全偶然吗？去年杭州一位妈妈春假偶遇黄晓明，事后被扒出是节目组安排的剧本式邂逅。而赵丽颖此次现身的商场，恰好是她新剧《造成者》取景的附近。这部讲述基层干部的剧集刚刚杀青，她饰演的李镇长正是一位为民生奔波的单亲妈妈。这种时间与地点的巧合，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团队的精准营销。更值得玩味的是网友的侦探式解读，有粉丝通过货架上的奶粉品牌推断出他儿子想想的最新年龄段，还有人根据监控画面的光影角度锁定了拍摄者的具体楼层。这种显微镜式观察让我想起去年赵丽颖带儿子郊游被拍时，网友甚至用 AI 技术比对同行男子的步态。这种现象背后是社交媒体时代的集体窥视欲。根据抖音百科的数据，国内私生饭群体已形成庞大产业链，从跟踪形成到贩卖航班信息，甚至有人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明星住址。赵丽颖团队曾公开谴责过私生饭安装追踪器的行为，但这次商场偷拍事件中，拍摄者却以远距离拍摄未打扰为借口，成功规避了法律风险。在娱乐圈，生活化早已成为一种可消费的人设。赵丽颖去年为宫崎骏电影《幽灵公主》配音时，团队刻意曝光她在录音棚啃面包的花絮，而更早的带娃郊游照片中，她刻意选择与儿子穿亲子装，营造独立单亲妈妈的形象。这种真实感的塑造，本质上是明星与公众的一场默契博弈，但这种博弈也存在反噬风险。2024年，某顶流女星因哺乳期复工被赞敬业，却被扒出是团队摆拍。而赵丽颖的素颜照虽然圈粉，却也被质疑营销过度。这种矛盾，在她5月5日发布的粉色短发造型中达到顶点。有人夸她突破年龄焦虑，也有人讽刺离婚后故意炒作少女感。站在商场的落地窗前，我突然想起3年前采访赵丽颖时的场景。那时她刚凭借《风吹半夏》斩获飞天奖，面对镜头时还会紧张地攥衣角。如今的她在娱乐圈摸爬滚打17年，早已学会在镜头前游刃有余地做自己。但这种游刃有余的背后，是无数次被偷拍、被误解、被消费的代价。作为娱记，我始终认为，明星的私生活可以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但不应成为全民狂欢的猎物。
当我们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赵丽颖的素颜照时，或许该想一想，这种看似无害的分享，是否正在助长娱乐圈的隐私焦虑？而那些被镜头捕捉的真实瞬间，又有多少是明星精心设计的表演？